Regardez, une embuscade devant. Descendez, descendez, cachez-vous.露儿，别哭了，别哭了，你别哭了。好，你要开不了口的话，那我跟他说去啊。回来！你现在要是回去，爹一定以为你回心转意，去向他认错来了。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情，不知道会气成什么样子。真是太过分了，你！怎么了？爹，那个小子他欺负你了？还是没有饭吃了？老爷坐。那你哭什么？后悔嫁给那个书呆子了？爹也后悔啊！爹一生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门亲事。爹，你别这么说，女儿从来都没后悔过，只是她老是惹您生气，女儿的心里不好受。有你这份心，爹就知足了。女儿只想让爹知道，她不是有意让爹生气的。有些事情，她的想法看起来有些怪，好像有些不通人情，可是她自有她的道理。爹，如果你明白她的心意，也许你就不会这么生气了。你是怪我还没有原谅他，怪我心狠。不，女儿不是怪爹，爹生她的气是有道理的。他的举止行为有时候简直是惊世骇俗，常人确实不能理解。比如说今天，难道他又做了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不成？女儿说了，爹一定不要生气，女儿才敢说。你说吧，我在他身上花了这么多心血，结果他到了手的禁士都敢给我扔了，到现在还没认个错。难道还有什么让我比这个更生气的事情吗？你说吧。难道他在背后骂我不成？爹已经生气了，女儿就不敢说了。不说也好，我已经说了，我没有这个女婿。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跟我没一点关系。老爷，哦，小姐也在这儿呢。老爷，咱们换个地方说吧。出什么事儿了？就在这儿说吧，我女儿又不是外人。是跟华强有关系吧？说吧，你们都听见什么了？是听见的，
还是你自己跟老爷说吧。洪天佑，哎，老爷，叫你说你就说，你怕什么？还怕我能吃了你？是，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晚上啊，到咱们真味坊来吃米线的客人们，都在议论一件事儿，说咱们家姑爷跟外人一块儿把老爷给告了，还说老爷是霸占了别人家的财产，连姑爷都看不过去了，这才出来主持公道的。爹，不是这样的，是有人求他写状子。他说爹的清白人人皆知，不怕人告。他还说如果不写的话，别人还以为他心里有鬼。他来就是让我告诉你这件事的。他说让你早早做准备，有人要诬告你。爹，滚蛋！范同舟的状态折磨着阮离，更折磨着子慧。他又一次不辞而别，阮离不顾一切赶回安南去寻找他，而子慧只有在痛苦的期盼中煎熬。老爷，你喊什么？小点声，老爷正在书房看书呢。老爷，什么事啊？叽叽喳喳的。小姐决定跟着姑爷去乡下种地了。什么？种地？他疯了？种什么地？哦，听小姐说，虽然姑爷决定去乡下种地，但绝不是自甘堕落，是要效仿当年诸葛孔明。对，就是诸葛孔明，什么躬耕乡野，心系天下，志向还远大得很呢。屁话！他能养活自己都不错了，还心系天下。去，把小姐给我叫回来，我有话跟她说。可是老爷，小姐他们已经上路了。也不说一声就走，你眼里还有这个爹？爹，你叫我什么？
爹，我知道您还生我的气呢，写状子的事儿。我不是你爹，我也没有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女婿。我问你，这么多年，我们陈家哪一点对不起你程家了？你不把我放在眼里，伤我的心，我可以不去追究。你凭什么这么折腾我的女儿，带她到乡下去受苦？你恨我不让你进陈家的门，好啊，我可以收回我的话。现在你不用认错了，陈家的大门永远是为你敞开的，你想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华强，跟我赌气用不着这样。是您生我的气，我可从来都没生过您的气。我去乡下也不是赌气去的，我真的是觉得乡下比城里好。你要认为乡下比城里好，你自己去好了，干嘛拉上我的女儿？洛儿，跟爹回家。爹，是我自己要跟华强去乡下的。你跟他到乡下干什么？他要去做诸葛亮，他要想去，让他一个人去好了。天下用不着这么多诸葛亮。一个读书人，在城里都混不下去，到了乡下就有饭吃了。现在是兵荒马乱，盗贼遍地。你要去你自己去，把我女儿留下。洛儿，爹说的在理，你跟爹回家吧，啊，没事，等我在乡下的日子我过好了，我再把你接过来，啊，跟爹回去吧。我跟爹回家。爹，你就让女儿跟他去吧，我已经是他的人了。富贵要在一起，贫贱也要在一起，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我知道乡下的日子苦，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个人去受苦。爹，你就原谅女儿吧。女儿不行，不能在你身边孝敬你老人家了。小玉，你要替我多照顾我爹。小姐，小玉会想你的。爹，你多保重。夫人，哎呀，我告诉你个好消息，陈家低头了。没听说吗？人在矮檐下，哪敢不低头？
夫人这招真是高明啊！程华强为了写状子的事跟他老丈人彻底的闹翻了。听说这会儿带着媳妇儿到乡下种田去了，他老丈人拦都拦不住。你说这个呆子！这天大一枝花要受苦了，你就一点也不心疼？哎呀，夫人，你什么意思啊？啊？她自己愿意嫁给那个书呆子的。依我看，这个程华强虽然是个书呆子，可是他要比他那个老丈人难对付多了。哎，你说的不对，夫人。陈大西那是什么人物啊？当年赤手空拳在蒙自一带打出一片天地，咱爹那么厉害的人，跟他斗了一辈子，临死的时候跟我说和陈大西要合为贵。程华强是个毛孩子，乳臭未干。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你总有一天会相信的。你知道那一枝花为什么要他没要你吗？因为这个女人有眼力，她知道那个程华强比你强。比我强？好啊，日子还长着呢，总有一天我要让他知道谁才是蒙自城里真正的男人。有人吗？姑娘，你找谁呀？请问陈华强在吗？陈华强啊，他带着老婆回乡下去了，这房他卖给我了。这陈华强真是读书读昏了头，城里的日子都不好过，到了乡下岂不更难？你们是不是想买这房啊？怎么你不想要了吗？哎，姑娘，不瞒你说呀，我买这个房子是给儿子结婚用的，可是没过门的媳妇儿跟人家跑了。您要是要，我原价给你，要不您帮我打听打听，找一个买主啊。小心脚底。也不能踩到牛粪上。露儿啊，你是不是累了吧？咱们歇一会儿吧。好啊，我是一步也走不动。这儿去。哎呀，小心啊！土司大人，里边全是书。啊，是个读书人。哎，这年头出门还带上这玩意儿，少见啊！给我给他带走，东西拿下，带走，带走，走。Descendez, descendez, cachez-vous.我说读书人，叫什么名字？
钱和东西你们不都抢了吗？为什么还不把我们放了？脾气还不小，知道我们商寨的规矩吗？这上了山就得入伙，当强盗。什么时候帮我们抢了东西、杀了人，我就放你走；要不，就得把命留在这儿。哼，你还不如把我杀了。死也不当强盗。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我不会与尔辈为伍的。还真有不怕死的。来人，在。这个人不想活了，把他给我扔到山沟里去喂狼。大王，我求求你不要伤害他！我求求你不要伤害他！他是咱们蒙自最有学问的人呢，他还中过进士呢。等等，听说蒙自城里有个傻子，为了不让法国人在云南修铁路，跟太后吵了一架，把官也丢了。哎，那人不会就是你吧？大王，就是他，他是为了蒙自的老百姓啊！有什么可笑的？我程华强死不足惜，只是生未能报效家乡父老，造福黎民苍生，死不能轰轰烈烈，青史留名。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当初一头撞死在君兰殿上，也算为云南的父老捐躯了。死也不瞑目。果然是个少见的人物。如果我不杀你，你怎样报效你的家乡父老？凡是喝红河水长大的人，都不会坐视法国人践踏自己的家园。我程华强，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儿，我就会为此抗争到底的。哼！龙飞，龙飞，你哥到现在都还没回来，你快去接应他一下吧。可是，哥哥走的时候特意吩咐让我守住商寨，不要轻举妄动。哎呀，他是怕你去了抢他的风头，这么大人了就知道逞能，你快去看看吧。好吧，嫂子要是不放心，我就去一下。不过哥哥回来，你可别说是我。哎呀，你快去吧，他回来我会跟他说是我求你去的。好吧，嫂子，这两个人，哥哥走的时候特意吩咐让我看管他们，我走了，嫂子可要照顾好他们。他们是什么人啊？他们可是我们山寨难得一见的贵人呢。嫂子千万不要怠慢。娃子们，走！是。贵人，哼。Ta blessure n'est pas mortelle, mais il a perdu beaucoup de sang. Il s'est évanoui, il ne se réveillera pas. Félicien, votre blessure, ça a l'air sérieux. Mes mains, mes pieds, je ne sens plus rien. Mais Félicien, les Hannis ont encerclé la montagne, on est tous bloqués, qu'est-ce qu'on va faire? C'est pas grave. C'est pas grave, ne vous inquiétez pas. Tant qu'on a un otage, ils ne monteront pas. Mais Félicien, s'ils nous entourent pour plusieurs jours, qu'est-ce qu'on va faire? On va mourir de faim. Et votre blessure? Oui, votre blessure. Et le poison? Il s'est infecté. Nous n'avons plus de médicaments. Qu'est-ce qu'on fait maintenant? Je regarde. Ne vous inquiétez pas. Oh. J'ai déjà vu le paradis. Félicien, le paradis, c'est le champ en terrasse, les rizières des Hannis. Oui, c'est vraiment superbe. Vous imaginez? Détruire tout ce paysage pour construire un chemin de fer. Vous trouvez pas que c'est dommage, non? Oui, c'est vrai que c'est beau, mais je pense qu'avec le train, le paysage sera encore plus beau. 现在土司在他们手里，他们又有枪，我们不能强攻，得找人跟他们谈判。可是让谁去呢？
这些法国人诡计多端，擅自收卖枪就骗了我们。要对付他们，我知道谁去最合适。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中过进士的大学问人和原始部落里的哈尼人，在对待洋人来修铁路的事件上，态度惊人的一致与默契。就这样，作为哈尼人的全权代表，我太爷爷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创造了一次历史上不为人知的与洋人不同寻常。Ça va, il va bien? Il reste des calmants? Hein? Non, non, j'ai plus rien. 法国人，我是来跟你们谈判的。你们要是敢开枪，就永远也离不开这儿。Ne tirez pas, ne tirez pas. Ils sont combien? Il est seul. Faites-le venir alors. Oh, mais quoi, Anna? Félicien, votre blessure, ça va? Tenez le coup maintenant. 龙飞，他们有没有开枪？没有，这两国交战，不杀来使，这是自古的规矩。如果他们把你哥哥放回来，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回去了？那可不行。你怎么能言而无信呢？你刚刚明明答应过我们的。我们哈尼人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只要你男人把土司救了回来，那可是为山寨立了一大功，我怎么可以就放了你们呢？怎么说，也得好好款待你们啊！对，怎么说也得等土司回来再说。你放心，土司一定会放你们回去的。培里根先生错了，铁路的确代表了文明，但是你们的政府是用武力迫使大清同意你们在中国修铁路的，这是一种文明的行为吗？难道你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是为了掠夺财富，而是为了传播文明吗？哼！亏你们还说哈尼人也罢，当你们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当你们的军队在中国的京城疯狂掠夺财宝，放火焚烧皇家园林的时候，你们难道不为你们这种空前的野蛮行为感到羞愧吗？哎，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啊！我在这儿生活了3年，从来没见过你啊！你也不是哈尼人，你来这里干啥？我是和我妻子被他们抓到山上来的。哦，那一定是他们拿你的妻子做人质，逼着你来的。是我自己要来的。为什么？对啊，为什么？我就是想问问你们这些法国人，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在云南修铁路？为什么？我知道这是你们政府的决定，你们无权改变，对不对？但是我想知道，你们这些法国人认为这很正常吗？你们不感到羞愧吗？你说的对，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中国人相信我说过的话。但是我告诉你，过了10年、100年，会有人相信的。这条铁路会让云南走出大山，走进世界的。也许吧，但是现在我们不会改变看法的。就算你们没有勇气反抗自己的政府，但是你们至少应该向中国说一声道歉。你冒着生命危险来见我们，就是为了替我们道歉吗？你们难道不该道歉吗？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你为什么要插手？我是中国人，云南是我的家乡，你们跑到我的家乡来欺负我的同胞来了，怎么说跟我没关系？你们究竟道不道歉？我们不能道歉，这是2个国家的事情。可你们可以代表你们每个人自己。那你们就向
你们脚下的这块土地，道歉吧！道歉！道歉，你们！你说，他们会不会把他扣留在山上呢？不会的，有我哥哥做人质已经足够了。可是你哥哥的伤势很重，要是他……你就让我上山上去看看吧。你？华强，他毕竟是个读书人，我怕他一时担心大发，坏了大事。你就让我上山上去看看吧。你说他呆，我看你比他还呆。那是女人能去的地方吗？我可告诉你，你给我好好待在这儿，他不回来，你哪儿也别想去。裴里根先生，刚才他们已经向中国的土地道歉了，现在该轮到你了。逮住了韩尼人的毒箭，但生命有危险，你还是让韩尼人把解毒的药送来吧。你们先把我送下去，我就派人把药送上来。那可不行，让我们所有的人回到安全的地方，我才能放你回去。你不相信我们哈尼人吗？你要是发誓的话，那我们就相信你。裴利根，哈尼人是不会违背誓言的。等等！兔子，你还没有道歉呢。你怎么总是就差这个呢？这跟我们今天的事情没什么关系。我认为有关系。这是中国的土地，修不修铁路，在哪儿修，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你们凭什么跑到这里来指手画脚的？我们手里有中法滇越铁路章程，你们云南的总督宋藩在上面签了字的，你们大清的朝廷给了我们这个权利啊！可是哈尼人没有答应，云南的老百姓没有答应，你们没有这个权利。见过你今天如果不发誓，不道歉，那你就别想得到解毒的药，你也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好吧，为了大家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可以道歉。为什么道歉？说清楚。为政府和军队在中国一切的野蛮行为，为我个人，为今云南每个老百姓允许就踏上这个土地，我向全中国道歉。还有，这个必须在土司发誓之前，你们一定要发誓，以你们法兰西的荣誉发誓，绝不在哈尼人的这片土地上修铁路。对，
你们必须发誓。这太过分了！但是培里根，无论如何，你还得保持生命的安全，啊！好吧，我依法兰西荣誉发誓。终于结束了。自打戴罪回乡以来，我太爷爷还从来没有这样畅快过、开心过。法国人终于道歉了，哈尼人不用再为被洋人践踏家园而烦恼，他们尽情地欢歌着、舞蹈着。我太爷爷也成了一个当之无愧的大英雄。哎呀，这次啊，你不但救了我哥哥，还让法国人不在我们这儿修铁路，我真该好好的挽留你啊！说真心话，我是真想在你这儿种田的，如果你方便的话。就是因为不方便，要是依着我哥哥的意思啊，他肯定不让你们走。为什么？别问了，趁着我哥哥在养伤，这几天山寨我在当家，我和嫂子商量过了，悄悄放你们走。来，嫂子，这东西你拿好，回蒙自做点小买卖。今后我到蒙自还少不了要吃你的喝你的，就当我先存你那的。你的心意我领了，可这钱我绝对不能要。你要一定要送我的话，那就存心小看我。你想想，我程华强虽然是一介书生，但我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对不对？我要连安身立命都不能，那我还有何脸面存活于天地之间？好，从此以后，我龙飞就多了一个读书人做朋友。今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就到哈尼山寨来找我。啊，好。Je te dis que je suis laid. T'as pas assez bu comme ça? T'as vu dans quel état tu es? T'as repris tes mauvaises habitudes encore? Pourquoi? Parce que on peut pas construire la ligne, hein. Qu'est-ce que tu veux que je fasse, hein? Et alors, à part les trains et l'alcool, tu sais rien faire d'autre? Arrête de boire! Eh ben non, je sais rien faire d'autre. Anna! 怎么样？哇！你好，我叫吕克。啊，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是我的好朋友孟子慧，他是我的哥哥。吕克，你哥哥？是。你哥哥是军人吗？啊，不是。不是，他是铁路工程师。对。啊。你是来蒙自修铁路的？没错，我就是来蒙自修铁路的，给你们中国带来一条动脉。唉，当铁路修成通车典礼的那一天，我邀请你参加，怎么样？你认为会有那一天吗？这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就算了。安娜，这次看到你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有时间我请你喝茶。为什么不请我喝茶呢？我也可以请你啊，什么时候都可以，现在也可以。美丽的姑娘，我要是可以和你喝杯茶的话呢，那就是我最大的荣幸。哥，我再也不沾一滴酒，不喝。好了，安娜，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改天见啊。好的。Tu vois, Anne. Eh ben, j'ai trouvé un truc à faire.
我来了。没事儿，来走。我背你。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太爷爷。在那个年代，男人背媳妇儿是要被人笑掉大牙的。可是我的太爷爷才不管这些，他背的是喜气洋洋、心花怒放。如果可能，他愿意就这样背着太奶奶一直走下去，走到那个让太奶奶找到幸福和快乐的世界里。实在不要动了！哎呀，不行！呆子！哎呦，哎呦！就快到了，就快到了。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